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要来谈一谈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安宁的缓和条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对安宁不熟悉，或是对病主法陌生，建议您先看一下我频道中的播放清单，当中有安宁缓和医疗的影片。点选上方的资讯卡，再来看本集是一个进阶的影片。DNR 跟 ACP 有什么不同呢？有5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法源不同。我国最早上路的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在2000年上路，19年之后才有病人自主权利法。第二个不同是保障的流程及签署文件不同。首先，病人自主权利法底下的是所谓 AD， 跟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底下的 DNR， 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签署效益也都是在选择某个医疗程度上面的治疗方式，不论是意愿书、同意书或者预立医疗决定的 AD， 都是文件的签署。你能分辨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来说说看，这3个文件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前面的2个，意愿书跟同意书的签署。在签署文件上面，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中，病人的意识清楚，签署预立安宁缓和医疗及维生医疗抉择的意愿书。如果病人失去意识，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由最近的亲属签署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书。这个签署拒绝心肺复苏术是指，当病人罹患严重的伤病，经医生诊断为不可治愈，而且在病程中发展至死亡，已属不可避免的时候，病人或家属同意在临终或者无生命征象的时候，不施行心肺复苏术的全参。简单来说，意愿是自己的，脑袋清楚的时候使用；同意是别人同意我的部分，所以是最后的一个文件。预立医疗决定 AD， 经过预立医疗照护咨商 ACP 的会议后，回家填写立下书面的意思表示，指明处于在特殊的临床条件的时候，接受或拒绝维持生命的治疗、人工的营养、流体的喂养。比如说，要不要被灌水打点滴呢？要不要插鼻胃管或者胃造口强迫的被灌食？还是要选择渴死或饿死，或其他的医疗照护、善终等相关的意愿，都可以自己预先点餐。第3个，适用的疾病是不相同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只适用在癌症末期与政府公告的8大非癌末期的疾病。8大非癌末期是指哪8个呢？总共有大脑、心脏、肺脏、肝、肾。怎么只有5个？因为大脑、肺跟肾都是左右各1个，就是6个。小心肝只有2个，心跟肝，所以6+2
总共是8个。好啦，说正经的，8大肺癌末期的病人是指：第一，老年性及初老期的器质性精神疾病态，如重度的失智症；第二，大脑变质，如严重的中风、严重的脑伤、帕金森氏症等；第三，心脏衰竭；第四，慢性气道阻塞疾病；第五，肺部及其他疾病，如严重的肺纤维化；第六，慢性肝病及肝硬化；第七，急性的肾衰竭；第八，慢性的肾衰竭。病人自主权利法除了上述的癌症末期及非癌的8大末期疾病外，还有其他4种的临床条件：不可逆转的昏迷；第二，永久性植物人的状态，或者是第三，极重度的失智及其他政府公告之重症的病人。第4个不同，拒绝医疗的套餐不同。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拒绝3件事情：第一，心肺复苏术，所谓的 CPR， 包含气管内插管、体外的心脏按摩、急救药物的注射、心脏的电击或心脏人工调频、人工的呼吸或者其他救治的行为。第二件，拒绝拉长死亡的过程的维生医疗。第三，可以拒绝或接受安宁缓和的治疗。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中，拒绝2件事情：拒绝或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要不要被灌水打点滴？要不要被鼻胃管或者胃造口强迫灌食呢？第5个最大的不同，病人自主权利法要收钱。病人自主权利法要收钱。病人自主权利法要收钱。大多数的收费落在每人每小时每次3500元上下，有些医疗院所有极少数的是不收钱的状况。大家听到这2个差异之后，应该觉得雾煞煞。现在我也举一个例子向大家来说明。先前我有一个病人，因为他修理家中的遮雨棚，因为遮雨棚的浪板被太阳照射之后硬化，所以他不小心就踩空，从遮雨棚上面摔落到地面，造成脑部的受伤。急性期做脑波检查都是背景波，也就是所谓的平波，预后的状况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此时如果病人在健保卡注记中有 AD 的话，因为外伤所致超过6个月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达到永久植物人的标准，这个时候就可以经过2个相关的专科医师至少2次缓和医疗团队的照会评估，是否符合永久植物人的临床条件。如果符合，才能启动病人的 AD， 依病人于生前所立的预立医疗咨商决定，给予照顾至善终。如果没有进行过 ACP， 没有完成 AD， 大家可以用 Google 搜寻2个关键字：植物人王晓明。王晓明民国52年秋天
他是中山女高一队的队长，当年17岁的时候发生车祸，让长相清秀的才女王小明变成植物人。当时医界还没有这个名词，报章媒体引用的是活尸体来形容。王小明享年64岁，一躺就是47年，对于家人都是噩梦和煎熬。安宁可以帮助王小明什么吗？很抱歉，没有。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下一集会谈一谈我从事安宁3年的工作的心路历程。我们下一次见。